哇哇，我在这，好长的队伍，好多的人啊！我明天这个全听你说的台湾嘉宾呢，他说他很喜欢吃台湾的夜市小吃，什么麻油鸡呀、大肠面线呐，然后还有这个排队看不到队伍的前跟后的这个香酥玉丸。那我在想，身为主持人，我一定要先去感受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先去排队了。我这个排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回来。明天见。明天见，你们也要对吧 ？OK，see you tomorrow。全听你说。凤姐，她到了。哦，太好了。哇，梦回青春，多少人的青春，多少人的回忆，我真的是准备了好久，也是我第一次要看到他本人。电梯门开了，嗨，亲，你好，凤你好。我对你有一丝的期盼，一丝的怨恨。为什么？我想要问你，我们资料撰稿啊，在要访问你之前，我们整个公司开会，在所有的资料库里头翻云覆雨，居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，你跟我们新加坡有关系。而且我必须讲哦，这是你第一次以正式我们官方电视台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电视频道。我有去新加坡参加过一个亚洲电视节，那个是一个颁奖典礼，对我跟谢家健一起过去的。还有什么吗？还有跟明顺大哥合作过。哎，这个待会我会说，我们终于在那边掰掉一条丝，我们终于有一点关系。我在想，好说歹说，退一万步说，你转机会来吧？很少的。我们是东南亚枢纽哎。哦，我去马尔地夫的时候在新加坡转机，对吧？有。我想请问你对我们新加坡有没有什么印象？特别绿蛋糕。哎呀，我的最爱绿蛋糕。要不然你现在吃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吃这个？这个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口味沙爹饼干啊，真的吗？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最有名的，叫做那个咸蛋黄鱼皮。制作组看到想你不吃蛋糕，不吃甜，不吃巧克力，我们就不敢带这个东西来给你了。绿蛋糕我很爱，还有新加坡的白胡椒，白胡椒螃蟹，不是就是白胡椒，胡椒粉。会吗？了不起吗？有一个红色的盖子，然后透明的瓶身。因为我的好朋友 Vivian， 她不是嫁到新加坡去嘛，所以她每次回台湾的时候，她都会带那个白胡椒给我。可能它蛮辛辣的，我们新加坡吃辣，所以辛辣，吃了会很热。喂，除了吃，对新加坡还有什么印象？还有圣淘沙呀，你去过吗？有，我几年前，我想想看。结婚之前吧，我跟我爸妈去新加坡旅游，然后我们住金沙酒店，好像那时候刚开，然后后来又到圣淘沙，但我环球影城还没去过。OK， 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很大部分的新加坡人，90年代到现在都认识你，谢谢。尤其你的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《还珠格格》永远的紫薇，无人能替代的。OK， 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的你那个还珠真的是全民一起观赏的。我们工作人员说。他翻墙啊，翻墙去隔壁家看电视机，就是为了要看翻那个墙，人家的真正的墙，就是为了要去看《还珠格格》的这个上映。所以这么多年下来，我们终于看到真正的这个紫薇了。那部戏是你21岁拍，16岁、17岁出道，差不多17岁的时候，在上高中拍广告，但那时候只是利用那个暑假的时间打工。那真正拍的第一部戏是18岁高中毕业之后拍的《校园敢死队》，我的第一部电影。
然后演琼瑶阿姨的戏，那时候琼瑶阿姨已经有很多一些梅花烙一些特别系列了。对，在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看琼阿姨的戏。对，所以你可以去演到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是你自己去争取的吗？因为我本来就是阿姨公司的签约的。艺人，因为阿姨有一个经纪公司，是她的媳妇儿，就是何姐她在经营的，然后签了很多的艺人，我是其中一个。所以你是被他那边签约，然后一直到《还珠格格》才让你来 casting 这一部戏。对，我们也就是要定妆，要试妆，然后要试戏给阿姨看。我还记得我试了，小燕子也有试，然后紫薇也有试，然后可能我的扮相比较像紫薇，所以阿姨就是说，那就你就演紫薇这样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啊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听说你在试的时候还被人家嫌弃，那是在拍的时候，已经在拍了，还不是试。嫌弃什么？嫌弃你不会演，还嫌弃你丑啊？听说。长得不好看，因为那时候因为我拍《还珠》是21岁，但我大概20岁的时候都在台湾拍戏，就拍一些女儿啊、妹妹的角色，所以都是比较素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在台湾播了一个戏，台湾重案录还是什么的，台湾重案录我看。对，我演一个女儿，然后刚好在那个中视，就是《还珠格格》要播的那个电视台播，然后我是听说，就是长官看了，这个女生这么丑，怎么能够当我们的女主角？然后就要叫阿姨把我换掉，然后呢？然后后来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在拍了大概2个礼拜，然后经纪人说，哎，我来带你去香港。我就想干嘛？我在拍戏。他说没有带你去试电影，去试镜试电影。我说，可是我现在拍戏，我怎么有时间去试电影？然后你就知道剧组的一些，比如说执行制作、导演，从他们看你跟你讲话的那眼神当中。有问题，他们都没有讲，可是好像有一丝怜悯的感觉。然后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从哪一个外景地就回到北京，我们住的地方大本营。他说：“那么到北京，我带你去逛一逛、走走。”我们就去国贸，带我去喝咖啡，然后还去天安门拍照，然后后来还去唱歌。后来就在大家在唱歌的，还有另外2个，我记得是制作人跟摄影师吧。然后大家也都是有话不说的感觉，我就接到一个电话，我经纪人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Ruby，没事了。”他就直接跟我说没事，我说啊，他说没事，你不用去香港了。然后我说，所以我不会被换掉了吗？你也知道被换掉，就从头到尾没人跟你提，但是你知道了，就心里面有底。对，长得丑那个心态你才那个是后来我的经纪人，他在公司遇到琼阿姨，因为公司跟琼阿姨家是隔壁嘛，遇到琼阿姨，然后那个经纪人就跟琼阿姨拜托说，你不能这样把新闻换掉，如果这样你就会毁了这女孩的。之后的事业啊，一辈子啊，什么的。那琼阿姨当然她很挺她自己的艺人，所以她也就跟电视台那边坚持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把这个戏演好。然后如果觉得造型不好或什么的，我们可以再做一些改变。有改吗？没有，因为其实在里面的造型是很 OK， 只是他们看到当时在电视台播出的一个时装戏。我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好看，你觉得你丑吗？我觉得我还不算太丑。对呀，你17岁就出道了，那时候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你可以讲我傻，或者是你知道粗心大意，你讲我丑，你就因为那个时候不是 digital 的时代，所以他们没办法马上看到我当下的一些妆啊、造型或者是拍摄的东西，都要等到我们北京拍完，然后运一批袋子回台湾，长官们才可以看到我们的里面的状态啊什么的，所以没有这么及时。后来就确实就没事了。你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哦，另外一个压力就是去到大陆去拍，口音不同，还有那边全部都是科班生，那时候的赵薇可能范冰冰或者是演皇上，对，那些还有老演员都是科班，你怎么样跟他们演对手戏的当下，看不出你的任何的格格不入，甚至于那个泪珠啊，像雨点般大小，说掉就掉，你怎么样就融入进去的？我觉得一开始掉眼泪这件事情真的是要练，因为后来也有说，就是哭得不够好看，不是那一种一颗一颗的，你可能一哭就是一条整个就是掉下来，然后会晕开一片，然后
到后来我是想怎么练哭，就是因为那时候也算是一个人离家背景到很远的地方去拍戏，然后有时候会想家或干嘛的，然后突然想哭或者一个伤心事想哭，我一哭马上就照镜子，然后就看一下怎么哭会漂亮，那这样反而也让我忘记我在伤心什么了，有另外一种平复心情。那现场给你压力吗？压力超大，压力超大。哭不出来过吗？有，我那怎么办哭不出来，哭到导演喊收工。我记得我那场戏是扮夏雨荷，然后雨荷要跟皇上离别的时候，他要念一首诗，念完那首诗之后，讲到最后一句话，然后眼泪掉下来，我就是完全没办法，我可能先前酝酿情绪，哦酝酿，然后眼眶，然后一讲话马上哭。可是这不是阿姨要的，因为阿姨的剧本是非常的必须要照剧本的，比如说他一字不漏的那种，基本上就是精细到有时候连标点符号的这个停顿，你都要稍微注意一下。阿姨很常会写讲到这句，然后括号落泪。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小的时候就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训练。然后最好笑的是，因为《还珠》已经拍到第1部、第2部、第3部，后来有重拍《新还珠格格》嘛，我又回去客串夏雨荷，然后到了演那场戏，我还是哭不出来，阴影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还跟何姐说，何姐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演到那场戏，我还是哭不出来。但我现在就是有自信，我会觉得说，有时候不哭也是好的，就对自己有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但我真的我也是没有在念完那一首诗之后掉泪。那个时候可能给你烙下一个非常深的阴影。但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片场，你一个人去到大陆，所以你融合得来吗？你就跟他们那时候的感情，是 OK 的吗？是蛮好的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几个人，还有友朋啊、冰冰啊、赵薇啊，我们其实还志鹏，我们年纪算相仿，而且呢都算比较新，因为那时候赵薇他们也没有演很多戏，友朋他们也没有演很多戏，他小虎队很早就已经很红了，所以他们两个那时候是我们这一队里面就是最红的两个偶像，然后，所以，但是你看，你就算那么红，你还是要跟我们一样在大太阳底下等戏呀。然后有时候也是会被导演念啊，说哪里没演好啊，什么什么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感情是在一个，不能讲患难，但真的是共患难的这个时期一起建立起来的情感。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很常联络啊。是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作品出来之后真的是爆红，火红了这么多年。这个时候的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？其实我们那时候还真的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有多红，因为我们拍完1之后我就进了别的组，而且拍完之后好像隔了，我是1997年拍的，好像98年才播。但98年播的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在拍《还珠2》了，就一样在北京又拍。然后是到了你去上厕所，你看到厕所写满了你的名字，就紫薇我爱你，小燕子我爱你，五阿哥我爱你这一些的，然后好多人看到我们就拥过来，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其实也都差不多年纪的小孩，可能再小一点点，初中生啊、高中生，然后要跟我们要签名。我最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北京大观园拍戏，大家知道我们在拍戏，全部的大观园超级大的一个台阶要上去正门，我们一出来，全部满都是人，我们是被工作人员扛着。就直接到车上，我们脚都没有落地。哎呀，因为人真的太多，把我们几个小孩都挤成这样，然后他们就拉着我们脚都没踩到地，就已经直接到车上了。然后因为可能你的外形，还有《还珠》的这个热潮过后，你就一连拍了很多的古装戏。对，基本上就从《还珠》之后，我一直都在拍古装戏了。对我们目前哈，如果有收集不足的地方，目前看到你拍了大概30部的古装戏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包含时装？不包含啊，真的啊？我不晓得，我从来没有算过我到底拍过多少戏。所以那么多的古装戏，你拍的怕不怕？当时蛮怕的，因为你知道古装戏要花很多的时间在你书画上面，起码就是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，然后夏天又很热。冬天又很冷，那些头饰啊，很造成我们这个颈椎有很大的压力，每天回去都觉得脖子酸痛那样子。我想给你看一下自己，你不知道都还记得吗？你这样还分辨得出你哪一部戏哪一个？完全记得吗？完全。OK， 我们来考验一下哦。我觉得大家会比较
印象深刻的一定是这个《还珠格格》，还珠格格》，对吧？紫薇，紫薇，然后这个是《还珠》之后《食神》，食神，我在香港拍。哎，少年中山风，不好意思，怎么会？我忘记了。好，这我客串，我就3天而已，好，原谅你。所以我忘了。还有那个大蝴蝶也不会错。这一个现在的一个大蝴蝶，这个对不对？OK， 好。建宁公主，好 ，OK， 好，大理公主 ，OK， 好，差不多都要对了。再来是这个，这应该是那个听说王妃吧？对啊。对，我以为是在这里，然后再来就是美人心计，美人心计，这个也是，这我有看的，美人心计，这也好。金氏王妃我看，然后这个十里江山，长歌行，还有一个这个妲己，对了，这个造型，哇，你很厉害耶！你从那么小年纪就出来打拼，然后演这些，虽然都觉得说你的事业是顺利的，你都没有因为这些苦而让你觉得想退吗？没有，就只有会想家。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直飞，都要在香港转机，然后再转回台湾。所以如果我有3天的假，我有2天全部都是在坐飞机，然后只有1天可能真正才在家里面待一下下。我觉得唯一真的就是让我会觉得很想家，然后拼哎，年轻嘛，没有一时半会儿半刻让你觉得我想休息。有，在2004年的时候，跟友朋拍《魔术奇缘》，拍完之后回到台湾，我就跟我老板说，我想要放假，然后就去了纽约游学3个月。所以我2004年的年底跟2005年年初，我生日那一段时间都是在纽约过的，所以那是我最快乐的3个月。因为你真的是马不停蹄，好多的作品。那如果我现在问你，古装包括时装哦，目前为止你所累积的，这里面当中哪一个角色是最贴近你？我觉得是16个夏天的唐佳妮。就是你回来台湾制作的第一部，对，因为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，对，而且他也是跟一群好朋友从大学时期，然后一直延续到之后的故事，然后他每一个时期的性格都有不同的改变。就他大学时期，他就是蛮直爽的，然后也是有什么说什么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然后等到后来他走入家庭。遇到工作上面的一些事情，他不得已会有一些妥协吧，然后慢慢的改变自己，然后当然这是戏剧化的一些东西啦，他的又跟前男初恋，然后又在一起，然后一直走到最后，但是我觉得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，然后包括我在这个角色当中，其实也放入很多自己的情感在里面，所以就是说心如本身是一个非常事业心强，然后耐力也比普通人还要，毅力也蛮足够的，那就奇怪了。你相信一句话，相由心生吗？我相信。可是你的长相就不是那个样子，对啊。所以有好一阵子，我的戏路就一直都是这一种温柔婉约啊，然后有点那种小媳妇啊那一些那种性格的感觉。但我就有时候演的也蛮辛苦的，因为就不是我的性格。然后再来就是。做演员最怕的就是到了一定的阶段，需要有一个漂亮的转身，还好你这一转你是华丽的一转，你没有去演什么等待角色的中年妇女，你变成了一个制作人，我想要问你，从一个艺人再转身到一个制作人，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，还是你一直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？我其实没有这样子的想法，我没有想说有一天我要转当制作人，只是我知道我从毕业一开始的工作就是进入这个演艺圈，然后做演员这个工作。除了这个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也不会做生意，然后我也没有任何的技能，我所有会的东西都是在拍戏里面学的。今天叫我演一个钢琴家，马上就去学钢琴；让我讲法文，我马上就学法文。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。那如果哪一天我不拍戏的时候，我能干嘛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就开一间咖啡厅，只要不赔钱就好了。我真心是觉得我自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如果在这个演艺事业里面可以做一个转变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想，那可能做个戏，我应该还是可以做得到的，因为毕竟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，是我最熟悉的一项工作。然后从很早以前，比如说我拍《还珠》的时候，看着我老板，他是制作人嘛，
看着他在忙进忙出的很多的事情，你多多少少你也大概了解说，哦，做制作人大概是要做什么事情。所以在制作人要做什么事情？第一个，除非你自己很有资本，你可以拿你钱出来投资，然后再来不行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找投资方，然后来帮助一起完成你的想象、你的梦想，把你理想中的项目，不管是戏啊或者是节目完成。那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，我比较没有需要找钱这一趴。艺人是吗？有可能，因为我们艺人就是已经很好，第一次跟你对第一步我们先跨越过了。对，然找后资本然后他可能因为你是你，所以他对你也有一些信心，即使你是一个新人，可是相信你也不会去砸了自己的招牌，你会把它做好。所以我比如说我在做第一部《清爽飞》的时候，就是已经有人愿意投资了，所以我才开始去做。我不是说拿我自己的钱出来投资，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。但是我觉得在圈内有一种说法，就是影视跟商务很难在一个人身上绽放的漂亮。你是真的理性又感性，因为影视是比较感性的嘛，商务是你要商业头脑，它双者在你身上绽放的很漂亮。我觉得我这个制作人来说，我更偏向于内容的把控，对于这个质感的要求。对，那请问你故事哪来？你怎么？哦，故事要先有想法，有想法之后是你的想法吗，16个夏天跟那个华灯初上都是我跟编剧一起想，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。这个所谓的编剧是你的工作室的，因为你2009年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嘛，所以是不是你一定要先有这个工作室？不是，我们没有签编剧。我后来就是回台湾做戏的这个编剧他叫小杜哥，他是我合作很好的一个编剧，然后也变成是我很好的朋友，所以他很了解我，他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他也一直在挑战我的极限能够做到什么，所以他会给我很多的东西放在我的戏剧里面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一次这个华灯初上的妈妈桑，是你的心愿吗？是，是因为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因为拍完16夏之后，他就问我说，接下来你想要拍什么？我们再帮你写一个戏。我说我很想要演一个欢场上的小姐。因为我就像你说的，我的这个外表就很难会有人找我演小姐、妈妈桑的这一种。讨厌，每个人都叫我演妈妈桑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我的好朋友第一次卡戏，就第一个不二人选就是我最适合演妈妈桑。真的哦，就是你看起来很豪爽，会劝酒的感觉。你是不是？就是我的私底下是这样子啊，荧幕上我就不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就去挑战这个跟以前的紫薇最大。对，因为我就想欢场上的人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生，酸甜苦辣都有可能发生。那这个是我的生活当中跟我的生命当中，我想也是不太会经历到的这个片段。那我觉得如果可以借由戏剧来完成我对它的一个想象，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挑战。OK， 那这样子就是关系到我自己也常常在想哦，如果这个节目全听你说，我自己制作又自己主持，会很想要去把控，因为你自己也说过，你是一个很喜欢掌控的人，你会不会演到一半忽然讲，哎，那个灯光可以干嘛吗？或者是那个故事那个导演？有时，但我不太会去跟导演要求怎么样。摄影师我是不会，因为这种太专业的东西，这不是我的能力范围里面的。那你我觉得尊重导演。关系到哪里？关键那个道具没摆好。如果在拍摄的过程当中，你做演员的时候就不会关心那么多。做演员的时候，你关心太多，人家觉得你多事。也是。对，而且都是人家关心你，你只要在镜头面前好就好，你管我道具干嘛？对呀，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，哦，那个临时演员是不是应该要再怎么样一点点？你会忍不住想要去稍微跟他说一下。但是如果我是演员的时候，我其实不会去。我放空，我这一个就是只有我自己。比如说今天要调场了，你会去催场吗？就今天的钱烧了，你晚上12点不收，我就再租一天场景。这个就通常这些可能现场的执行制作就会先去做了，不用等到我，会给导演压力。因为我觉得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
我们做艺人是被保护的，是你做制作人，你是要冲出去骂人的。它是一个很大的反差。对林心如应该是被经纪人保护的。当你做制作人的时候，你的经纪人不会帮你来骂。会会跟他们，我也会跟我经纪人讲，我说是不是要跟现场讲，有时候进度太慢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因为我们还是会开会啦。然后有时候是不是由我直接讲，可能也会好一点，会有一个那个缓转的余地这样。所以你觉得你两者之间的平衡是很 OK 的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我不敢想很 O 不 OK，因为 OK 是我觉得可能别人觉得不 OK，但我自己觉得还可以。那选角色方面呢？这是就从头到尾都必须要参与的。那两者，制作人哈，就是幕后跟艺人两个，目前这样这两个身份，哪一个让你最爽？艺人演员演员跟制作人，哪一个让你觉得最爽快的？最喜欢还是演员，还是演员？我觉得演员在创造一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是很过瘾的。你把这个角色，你突然有一场戏，你觉得哇。演得真好，自己有时候如果自己都觉得自己演得真好的时候，那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好的。我也觉得这部戏演来，你觉得好过瘾、好爽快，把你的整个情绪都宣泄出来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制作人就可以又满足你另外一个欲望，就是全部都可以自己掌控。我觉得掌控欲又来了。我觉得制作人给我的是一种成就感。因为这不是你个人把你的角色演好，是你把这一部戏整个都做好，然后让大家很喜欢这部戏。大家很喜欢这部戏，可能不见得喜欢你演的这个角色啊，可是你会觉得这部戏很好。我觉得这是来自于制作人的成就感。那他最大的压力呢？是骗收视率，或者是这个还是很大他的口碑 OK， 然后收视，因为其实以台湾来讲，虽然现在有很多 OTT 平台就会在那边播，但看的也是。播放量、流量，可是传统的电视台，它其实那个收视率，它还是蛮大的关键跟对啊，所以还是在于收视率上面，以传统电视台来讲，还是会有一些压力的。你在选角方面，你会全权的参与，而且算是全权的掌控，但是是可沟通，就是也是会尊重导演的想法，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角色会有不同的想象，他可能觉得 A 适合，我觉得 B 适合，但是我们就可能要综合考量，那 B 是不是加上他的卖腹啊，什么什么的更全面的这一些东西。我觉得这个除了你个人的喜好之外，还是要有一些那个大范围市场的这个考量。所以你是一个很爱讲故事的人。我不是，我讲故事讲超烂，我都不是。那你就是一个商人。我是艺术家。OK， 因为我现在这边要给你看一个录像带啊，就是跟我们千丝万缕当中的唯一一缕。林老板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哈。那个时候遗忘应该是我去台湾第一部戏，好像是拍的第一部戏哎，所以呢就这么有缘分碰上你，碰上你这个林老板给机会。我记得当时，怎么说呢？他是他儿子房间，拍得很开心哎，然后呢也拍得非常舒服，然后整个过程呢都非常享受。然后我们也有很棒的成绩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很想有机会的话再跟你合作，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啦。那不管是演戏也好，或者是演你的戏都好，我都非常期待的，好不好？哦，非常想要再跟他合作。我希望你，接下来呢继续做好作品，继续拍好戏给我们看，给所有的观众看，好不好？那我在这里真的衷心的祝福你 ，OK？这个是明顺昨天特地 send 过来的。为什么当初你会选到我们明顺呢？你是怎么样去选的？因为那个，我记得那时候其实《遗忘》才是我在台湾制作的第一部戏，那是一个金钟剧很短的一个电视电影，一个单元，一个电视电影，也让他入围金钟。他很厉害，他演完《遗忘》之后，他在台湾的戏真的是接不停，而且他真的。演技很棒，他拍什么演什么像什么。他在我们新加坡就已经真的是蛮厉害的了。他不就是已经是影帝了吗？那你怎么会看到他呢？因为我们的戏也没在，我们双方没有互通嘛。你怎么会去望到这个？他的那个《神雕侠侣》也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，很知道。但他那时候好像是，我记得应该是 casting 他们推荐的。
他刚好有跟一个经纪公司合作啊，然后我记得在当时的那个时期，像明顺哥这个算中生代吧，40加的这个年龄层有点断层的蛮严重的，要么就太小。要么就是他也都很久没有在台湾演戏，可能都在内地发展。那时候他们推荐了明顺哥，我一看哇，整个就是非常的 man， 然后你又知道他其实是很有演技的，那又够新鲜，因为并不是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面会看到的熟面孔。因为我第一次回来台湾做戏嘛，也希望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虽然跟明顺哥没有合作过，但是我们第一次对戏的默契就蛮好的。我们那个华灯初上本来要找他时间真的吗？对，是撞不到吗？时间对他刚好去拍逆局了 ，OK， 就他好像是入围还得奖，对不对？得奖，他很厉害，很厉害。我觉得你更厉害，因为你下一个更厉害的点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像你这么一个风光、这么顺、这么漂亮、这么幸运的一个女孩子，你居然在你事业正巅峰时期，你居然毅然决然的再回来到台湾，而且那个时候的台湾的演艺圈是已经家道中落了，已经非常低迷了，这个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一件事。然后就是戏剧比较暗淡的时候，你居然毅然决然的就回来了，然后投资很努力的在那边招总啦，就在那边。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？就是回台湾就这个动作。我回来，然后跟我妈坐电梯，我说妈，你怎么那么白头发？她说我老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她就翻给我看，哇，里面好多白头发。那我就突然一阵心酸。听说你很女儿，听说你跟朋友讲话的语气跟女儿讲话语气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那今天可能真的，嘿，宝贝，怎么啦？就瞬间转换。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，全听你说。